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来持续聚焦在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最新消息来自今天的新闻哦，川普针对于美国的软体要对中国大陆祭出更多的限制，现在到处乱开火。他封杀了来自于美国的软体，现在看起来包括了笔电跟喷射引擎都会被列入在黑名单当中。另一方面，大陆打的稀土战哦，导致现在稀土价格在全球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价格已经飙涨200%了。欧洲工业链现在爆雷，中美对决，难道连欧洲这一回都要跟着一起陪葬吗？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哦，川普现在祭出的这个软体的封杀，包括了刚刚提到的笔电到汽车晶片、喷射引擎都列入黑名单当中。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大陆真的会怕这一场战争吗？因为他就早就已经做到去美化了，这一场的软体战真的能够打到北京吗？还是其实反噬美国自己呢？第二个问题，中国现在反击在做升级哦，一手限制于荷兰本来硬要接管的安氏，另外一方面它也卡住了艾斯摩尔的稀土，欧洲车厂半导体现在供应链全部都遭到重挫，这回合到底谁在撑，谁先跪，谁又赢了呢？都会一起来做关注。最后来关心的是，在这一场中美对抗之下，刚刚提到的欧洲国家也被拖下水了，接下来他们会乖乖的跟着美国走吗？还是会当作陪葬者？欧洲应该要走出自己的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一起做解读。刚刚提到的最新消息，川普这一次震怒，因为大陆对他寄出了这个稀土限制之后，他现在决定要考虑限制美国制的这些软体对陆出口。提到的几项产品，笔电、喷射引擎都遭殃。我们来看到他的官员怎么说，其实他们是不认同川普的这个做法的。这是来自于前美国贸易官员，他这样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靠我们美国的软体制造的。这一项禁令如果真的实施，恐怕重挫的是美企自己呀，而且还会扰乱全球的供应链。路透社也这样报道了，川普这一场软体战只是以高风险手段来施压北京而已，逼出中国最后还是会靠着类似稀土战的这种方法自立成立新的生态链，像晶片战也是这样哦。反倒美国自己最后会陷入在困局当中。我们也来看到，川普这一次真的会施行这样子的政策吗？因为我们看到他在今年初入主白宫以来哦，他的政策可以说是反复不定的，尤其几项重大的政策。第一个，他曾经限制过辉达跟超微的 AI 晶片出口大陆，结果后来又自己撤回了，因为自伤太深。再来第二点，今年5月底，他对晶片设计软体也对中国的出口下了禁令，也就是 EDA 哦。结果7月份他又取消了这个禁令。他最新还宣布，如果想要打这场贸易战，大陆又不让步的话，11月1号开始会对中加税，达到155%。节目开始要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川普这一回封杀来自于美国的软体，不让中国用。把这个笔电、喷射引擎都列入黑名单当中，中国又已经早就自建系统去美化了，软体战到底打在谁的身上？委员怎么看？中美两国在软体产业里面终究要打一仗，既然终究要打一仗，何不趁早来打，看谁的压力测试可以过关。软体战跟其他的硬体战不一样，换句话说，很多的软体平常是看不见的。那有的时候是实用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中国能不能撑得住这种所谓的软体的禁令？那这个花样就多了，因为软体范围实在太广。你从笔电上面的 Windows 系统，一直到银行用的甲骨文的 Oracle 的资料系统，或者甚至于到操作机械的一些特殊的指令控制 C language 等等的系统，是很广泛又很多。但是中国一年付给美国的智慧财产权一年也只有差不多100多亿美金而已，并不多，所以表示中国要依赖于美国的软体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才只有100多亿美元。因为中国对全世界一年付的智慧财产权没有超过500亿，那美国占的比较高，也不过100多亿，所以这样的一个数额来推算，美国要靠这个所谓软体禁令要来伤敌1000，
好自损800可能做不到，搞不好到时候会伤敌300，自损3000，这可能性会出现的。因为现在的任何一个产业它的生态系统都非常复杂。什么叫生态系统？就是我的上下游的供应链有时候不太清楚，我的这个客户的客户群的生态有时候也很复杂，因为有时候我卖出去不能卖到哪里去啊？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它是在一个越高科技的东西，它的生态链本质上就越复杂。那你说我要禁止中国的软体，那就问你个问题啊，请问你进中国使用 Windows， 那现在中国所有电脑上都有 Windows， 是要拿掉吗？你拿不掉啊。那只是中国只要下一道禁令，从今天开始不付美国任何专利授权使用费，那你不是一个连跟豆花一样？而很多东西中国是可以取代，而且软体更容易取代。EDA 这么复杂的软体都取代了，那其他你找不到，中国没有东西不能取代啊，所以可以逼着中国加速去美国化。这对中国不是什么坏事啊。以前中国还是有一票亲美的人，什么时候都用美国的软体，用美国的一些服务啊。那现在可以加速去美国化，也未必不是坏事。中国一定要有个心态，就是说，终有一天终有一天要跟美国打一仗。那既然打一仗之前，所有该这个去美元化的去美元化，然后贸易不相往来，金融不相往来，软体不相往来，这种心态要有。那看到时候谁先屈服。那川普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啦？人家说将不可因怒而兴师，他每次发脾气就拿来这种乱摔东西，像一个那种小孩子要糖吃要不到那种甩在地上那个样子。那第二个，我们讲究抹定而后动。现在美国跟欧洲很多人根本就觉得，中国是谢寒哦，随便打都可以啊，就没想到没钱出去，中国连吭声都不吭声，直接的。靠内功反击，像安氏半导体就是一个例子啊。因为美国人没有算到一件事情，安氏半导体这种半导体很便宜又很广泛，主要是汽车工业在用。然后汽车工业在用，他忘了一件事情，他要经过3年以上认证，高温高压不好的气候各种形态状况底下，这个才能够卖到汽车产业。所以不是半导体多高深，而是它经过起3年以上的测试。你现在断供了以后，你哪有3年可以测试？你工厂马上不能出货啦。而且它安氏半导体的半导体销量在中国一半，在欧洲一半，那中国产业没有受影响，你欧洲产业当场就挂掉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事先都没有把事情想清楚，想得简单。我叫中国站起来，站起来，跪下去就跪下去，就发现到。跪下去是你，这是麻烦的地方啊。是。好，我们看到这一场这个科技战从晶片现在正式打入到了软体的领域，确实现在正在加速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去美化的进程。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美之间除了打晶片战，现在呢，中国大陆手上的王牌还有它的稀土战。这一场稀土战却是不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较量而已，也把欧洲国家也一起卷进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评估是否欧洲会沦为这个中美之间竞争下的另外一个陪葬者呢？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提到了说，这个荷兰政府硬是要接管大陆的这一间安氏半导体之后，大陆祭出了2大招来做反击。第一招，我们来看到 CG 就是它的限产令，要求中国的东莞厂削减出货，让欧洲车厂就是瞬间有面临断货的危机，包括了福斯、BMW 跟宾士等等。第二招就是掐住这个荷兰商艾斯摩尔的命脉，中国对14奈米以下的晶片用的稀土采用逐案审批，那接下来恐怕 EUV 就会来面临这个供应链卡关的窘境了。外媒估算说，艾斯摩尔顶多它的库存只能再撑下3个月的时间，而这些高阶的曝光机很需要的就是大陆的这些稀土，95%相关材料来自于中国内部的矿区。那包括了另外一方面呢，欧洲现在国家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稀土价格在近期也是飙涨，幅度达到200%，重创的就是德国这个工业强国。来自麦肯锡的进一步推估，他说德国现在有400多万份工作和稀土是有关系的，大约占 GDP 9%。如果真的受到冲击，3700亿欧元的产值恐怕就会岌岌可危了。到底欧洲还会继续的跟这个中国斗下去吗？厉将军怎么看？
我觉得荷兰跟德国很明显的就是欧洲自己要去思考这两个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困境。那欧洲到底要不要跟着美国继续起舞下去，继续跟中国采取对抗的方式，还是欧洲自己要走出自己经贸的一条路？我觉得从这两个例子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那我们先讲荷兰好了哈。荷兰很明显的，它这个没收安氏半导体，等于就是抢劫了哈。那人家投资的公司，你就直接不准他的 CEO 但不准中国的股东担任 CEO 哈，直接冻结他在这个安氏半导体的股权。可是荷兰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是一个公司的招牌挂在你荷兰但是工厂是在中国。对。现在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生产或制造工人都是在中国制造，你那边挂的只是一个招牌而已嘛。那当然中国说停止就停止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它只是禁止出口而已。对，禁止出口到欧洲国家。就是工厂在我这边，我不出口就中国大陆可能不受影响。对。条约是你在定，对不对？好，但是要不要出货是我在决定。薪水也不受影响，员工薪水。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知道 EUV 这个不管是艾斯莫和各方面，甚至于说是后续来讲，包括我们台湾要制造半导体，都一定要有重稀土以上的这些稀土元素包括你要制造 EUV 光刻机，也必须要有稀土元素才做得出来。所以现在荷兰，我觉得它面临两难。我觉得这个中国跟西方国家有时候，我形容他们的这种战略思考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人形容说是中国是下围棋的概念，看的是一个全盘但你知道我认为美国是什么观念吗？美国如果说用军事立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打梭哈的观念然后中国我倒是认为说是打麻将的观念。我想用这个观众可能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大家想想看，梭哈是怎么打的？就是你一队的话我两队，你两队的话我四大金刚你四大金刚我同花大顺，就一个压过一个在军事上也是这样。你是迫击炮我就用大炮，你用大炮我用飞弹你用飞弹我用战机，所以说一个压过一个但是麻将是什么观念？麻将就是说我只要是卡到你，比如说是我卡张你就不能听牌，对不对？你就不能胡牌，我只要卡那张。第二个来讲我们看打麻将还有一种什么，就是说，你在那边做一个大牌，对不对？做了半天，不管清一色啦或干什么，那我只要说是，这个推倒胡，我没有什么，我推倒胡就把你破局了。就虽然说是小小一个动作，我不需要赢大牌，但是我只要重点我是把你这个局整个破掉。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中美贸易战是不是也是像这个样？川普不断的用一招抢过一招，一招抢过一招，但是中国往往每次在关键的决定的比如说稀土项目或其他项目，只要那点卡到你，我跟你讲，你就整个倒掉，甚至于其他地方我就让你没办法，这个全局没办法赢牌。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军事上面思想可以用在中美贸易战的观念的一个看法。好，庄军帮我们特别提到了美欧跟中国大陆在这个战局上这个整体的战略思考上的完全不一样。那确实欧洲国家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原料材料的贸易商之一 Tradition 的总经理吕特，他特别去形容说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方式，还有他们的战略布局方式。他说中国人是以10年为期的，欧洲人只看季度的一个报表。今天的结果就是战略眼光的一个差距，才会造成今天这个稀土战中国大陆占上风那另一方面，现在欧盟确实是很急，所以他们预估呢，在本月的月底就会赶快跟中国大陆就稀土问题赶快来进行讨论。但是他们也不忘去放话说，如果说真的我跟大陆外交途径无法解决的话，我不能保证我不会对中国采取贸易的反制。欧洲国家的态度接下来很关键了，他们是要走自己的路，还是要跟着美国当陪葬者呢？上志哥怎么看？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次原本的因为关税战的部分是中美打得非常激烈。在这个激烈过程里头，坦白讲，其实欧盟跟中国因为都是美国关税的这个受害者啦，其实大家其实可以比较松动一点，因为过去先前为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双方在去年开始，中国跟欧洲的整个的产业经济也是搞得非常的紧张，所以难得可以缓和。但是最近因为安氏这个半导体的事情真的是推向了，而且这是跟美国的这个抗争很不一样所以大家要非常关注有关于安氏半导体后面延续的中国跟欧盟本身的这个经贸冲突。那么眼前来看，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欧洲怎么搞的就明明可以好好的，为什么都是要安氏半导体这件事情是美国在主导的，
而这个部分的布局，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荷兰就跟着，乃至欧盟只能跟着，所以我们必须得说啦。所以我看过在经济学人当中曾经有形容说，整个欧盟国家欧盟。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或整个大家在产业当中的冲突，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欧盟其实仿佛要维持自己的自尊，因为过去长久以来这几十年来，其实欧盟是有很多国家所构成，在跟中国大陆这30-40年的特别产业经济的往来当中，有人走得很顺，比如说像德国、法国也不错；有人其实走得比较坎坷，或大家比较怀疑。那么像西班牙等等是后来居上的，现在就变得大家比较跟中国之间关系比较要好，更不要说像塞尔维亚这个部分是非常经典，就是跟中国是非常非常的抱在一起的。所以简单讲，这还是有几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过去长久以来，其实欧盟在跟中国大陆经济当中，过去其实还是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的，把中国的部分就视为是一个市场，任欧盟挖，然后你那边的制造能力、成本、人力很低，任它随便用。所以这个东西是过去在欧盟的长久的自尊，这个所谓产业自尊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定义。所以现在要很多的改变，现在变得很困难。所以当然，欧盟各国的利益也都不一样，再加上现在包括中国也已经无下，并不是过往的无下阿蒙了。对，所以未来的政治外交的冲突，在安氏半导体的牵引之下，我认为还会更激烈。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持续要来关心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现在呢，大陆又祭出了另外一张新王牌，是我们都没有谈过的隐形王牌。这回要逼川普来低头了。它是什么呢？美国700种原物料的这些药品、原料的药都是被中国大陆所掌握的。接下来我们会来关心几个病状哦，包括了心脏病、癫痫患者，恐怕在美国会面临的是无药可用的一个窘境吗？今天会做解答。火线话题3条，今天会一起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中美现在心理战升级了，大陆手握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原料药杀手锏，700种美国药的命脉都在北京的手上，川普会不会被逼着跪地求和呢？确实，美国现在的医疗体系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了，包括这个很重要的几个药品，抗生素、心脏病、癌症药，全部都是靠大陆来做供应的。北京断药的话，美国人还吃得起这些可以说是救命的药吗？美国的医疗费用在同时间呢又不断的飙涨，而且这个药越来越贵了。川普还能够撑多久？现在有40%的民众他们认为自己未来是付不起这样子的医药费的，这是来自于美国民众的最新民调哦。穷人会不会真的未来病不起，而且命难保呢？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确实，现在中美双方哦是以升级这个处降级的一个战术来做互相的竞争。美方攻击中方的代表，中方则是反手暗示了美国商务部才是这一场战局中真正的搅局者，并且成功维护了贝森特的谈判地位，也为接下来10月底、11月初的川习会来正式的铺路。刚刚提到的《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说大陆确实现在掌控了美国700种药品的这些最关键的原物料，包括治疗心脏病、癫痫、癌症、过敏症等等主要的药物。美国的药典的委员会说呢，58%的药品的起始物价依赖是单一来源，中国就占了40%左右。而且啊，美国的国会自己承认了，80%的抗生素原料都是来自于中国。一旦北京开始出手做管制，美国恐怕会爆发这场核弹级的断药危机。《华尔街日报》形容，目前中国的谈判手法可以说是教科书等级的一个级别了。中美都在打这场心理战。中国现在掌握的原料药这张终极王牌，会逼得川普一定要让步吗？委员怎么看？因为中国注意到不是药品的制造者，而是药品原料起始材料的制造者，这有很大的差别。哎，换句话说，每一种药品，不管是阿莫西西啊，这个其他的那个什么，甚至于那个男生觉得常用的心脏药，威尔刚等等的原料药，事实上中国都是产能最大的，但是中国不是成品药最大的制造者。因为每一个成品药都有一定的专利啊，会有一定的，那等到专利过期了才变成学名药。
可是通常这个一般的病症才有学名药，通常比较重要的，他会临时再改一下配方，然后又再申请专利，一直延长那我认为中国不会去打这种药品战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说这跟人道主义有关，就是说你拿病人当作人质，这个在国际道德的制高点上面，不像安氏半导体啦或其他的什么软件这些东西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不必去，也应该也不会去打这种有人道主义现象的这种战争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中国自己也是很多药品的进口国，那因为都是成品药嘛，因为毕竟中国药业比较晚起来，所以现在只要提得到有牌子的什么辉瑞啦，什么罗氏药厂啦，在中国大陆也都是进口的所以这种相互辖制的这种现象我认为中国打这种战争，也是会怎么样？伤敌100，自损300，这种情形会出现。所以虽然说他们的会声会影担心中国断供，但我认为中国在打这种战争既不适宜，也不是好方法。所以中国抹定而后动的这种角度他们不会像川普那么莽撞。所以我认为打这种药品战的可能性不高。好，那同样一个问题，像这个又怎么看呢？对，我想蔡委员讲的很关键因为我们知道在中美的这个对抗战来讲，从最早的这种科技封锁开始，以及眼前关税战，我们看到晶片战、稀土战、大豆战，甚至还有军事战，唯独药品战，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轻易被撩动起？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人命。也就是所有东西，过去我们刚刚讲的所有这些战争打来打去，当然企业会受损，而且特别对于中美一旦打起来，伤美国是对于美国来说，主要它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在里头运作，它基本上是从大的企业往下发送。可是药品这件事情是很微妙，你只要有任何一点影响，其实对中国影响很大。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从去年，特别是所谓的对于他们的整个边境当中，144小时，现在已经到240小时的免签证可以进来。中国的形象在这1年来当中是很恐怖的，非常变好了非常多，那么多的网红进去玩，然后等于免费帮中国做大外宣。相较于过去，中国每年花了好多几百亿自己做英文频道，自己做大外宣都没有用，还不如就去年就是开放这个部分。所以中国的形象在各方面，在民间全世界的民间形象有大幅度的改善。中国自己大陆现在也在盘点统计这个所谓这个形象舆论改变这个部分对他们造成的正面影响。所以如果药品战这种东西直指人命，而且这东西的时候会被其他国家拿来做宣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最近那么多的欧美媒体在谈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想要触动这一点，而一旦触动这一点有惊慌性的话，乃至有任何一点点某个药品现在断供了，而且如果是中国断供，随时就可以来抹黑对于中国人命这个部分的形象。而且各位要注意其实坦白讲，美国人不是笨蛋，就已经知道中国在药品的原料当中是大宗，还有一个是印度。其实不止中国啦，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药品的原料供应当中，印度也是大宗。在感觉上，作为所谓中国握有这个药品原物料的时候，美国方面包括这些药厂警觉到，其实2020年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就有感觉了。所以在各家药厂其实也没有那么在这至少5年来也开始在调节，除了从中国当中进口原料的话，也调节在加强印度这方面进口。所以这我知道在印度方面其实是。其实对于药品，我只要讲我的例子我是因为红血球过多症，我必须要打一个干扰素，台湾是没有进口，没有这个药。可是呢，中国大陆其实也没有，可是中国大陆自己他们学名药生产了，所以其实我上个礼拜就专程飞去大陆去看诊，然后去最后挂号之后可以批药拿那个干扰素是，所以我就知道，其实对药品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般的东西，它不是买稀土买晶片，对于任何人一个人来说，那个部分的命悬一线这件事情，所以因此在中美方面，我不相信，我也认为中国不会轻易的把这个拿来作为在中美或甚至跟其他国家的对抗上当中作为一个武器。是。打这个药品战对于中美双方来说，真的打起来对双方都不利这是有关于人命的。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美国人要担心的不仅是会不会打药品战，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美国人民这个接受的医药，他们认为这个负担的
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他们觉得已经撑不住了。最新的民调，40%的美国人是极度担心未来无法支付所需要付的这些医疗费用或者是药物。那穷人会不会未来在美国？有没有可能真的看不起医生，吃不起这些救命的药呢？美国明年会随着通膨，它的医疗费用变得更高吗？厉将军又怎么看？我们知道，如果说是没有药的话，你有再高明的医术，你都救不回来的哈。然后，所以说药物来讲的话，在这个需求方面来讲，你可以列为一种刚性的需求哈。尤其是说这个我们要晓得哈，这个如果说是其他经贸战争啊，不管是晶片或干嘛。可能一般老百姓还不会感觉到立即的感受，因为可能是温水煮青蛙，跟他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如果说拿不到药，我跟你讲，那是立即可以感受到身体的痛。所以说，我觉得就美国老百姓，他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跟威胁。因为美国来讲，药物是非常贵的。为什么药物是很贵？第一个，当然跟他们保险制度有关哈。第二个来讲，其实他们医生比较贵。可是川普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川普是在这个今年来讲的话，他已经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好在5月12号，他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他的药价要降30%到80%，也就是说，川普已经有感受到老百姓这个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这种情形。那当然，所谓药来讲的话，那这个所以药一个成品，事实上它也是一种化学药品了，化学成分。那从开始原料到后端来讲的话，它分好几个制成来制造。那原始最初端是在中国方面制造。为什么中国制造呢？因为那些化学品来讲，很多是属于这个成本是高成本，但是高污染的东西哈。如果说你没有很好那个利润来讲的话，是没有利润可图的。所以美国跟其他国家、欧美国家，他们不愿意做这个原料的部分。当原料做完以后，可能再到后面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印度哈，欧洲国家才是后端的制药的这种工程在后端制药。所以中国卡到的是前端。那当然我也认为说是中国这是人道的问题了，不至于说是拿人命来当做威胁的手段。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这件药物管制是美国先讲的，反而不是中国先提出这个可能制裁的手段，是美国先担心的。为什么？我认为美国怕中美开战。你知道，如果说一旦开战，那就没有什么来不来、往不往、人不人道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现在急着想要把这个制药的这种生产的产业链移回自己美国哈，主要是不是考虑到万一这个不管是中美或甚至于是俄美哈，如果万一发生战争来讲的话，他们美国的人命还是必须要有所这个保障的。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川普他必须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啊。当然，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制药整个产业链移回美国？我觉得问题还很大。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如果说美国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商人来讲，制药厂商他无利可图，他可能就不会做，因为这个原始最源端的利润其实是不高的。那在这种之下，他们这个愿不愿意将这个产业移回美国？那考验美国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观念。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持续来关心的是中美之间就这个农产品的这一场贸易战，我们要来看中国大陆拒买了美国的大豆之后，真的是逼哭了美国的农民哦。那么川普再捅一刀，砸巨资要拉拢阿根廷来进口牛肉，逆转后花园染红的窘境。能够成功吗？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先来看到这个是贸易战的副作用哦，正让美国内部炸锅，因为大陆早就已经开始停止购买美国大豆了，并且转向不管是跟巴西购买，或者是跟阿根廷来购买，结果就造成了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嘛，伊利诺州的这个谷仓，因为里面的大豆实在是太多了，竟然最后还整个爆仓成灾哦，酿成了一个灾难。那大豆价格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到今年以来，其实呢已经暴跌了大约20%。美国农业部这时候就已经做出警告了，说美国出口大豆60%都是靠中国，光是每一年哦，这个从中国大陆一年的采购量本来应该可以达到3200万吨的，现在是直接归零了。农民就怒吼说，川普的贸易战打到的是我们自己
变得破产，非常的惨呐。川普这时候着急了，急着去找其他的国家替代中国来买他们的大豆，找谁呢？找了日本，结果日本只是象征性的买了500万吨而已，印度呢只是买一点点，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哦。买了包括了美国的豆粕，还有它的玉米，跟中国采购规模来说，简直是不可以比。那如何来做替代中国大陆的市场？接下来怎么办呢？美国的农业，上志哥怎么看？永远不可能能够替代的啦。为什么这样子讲？我们来看这个统计，联合国的部分统计哈，每年全世界当中是这样子，进口我们在讲，无论美国种多少，那么中南美洲种多少，然后呢，俄罗斯种多少大豆，很多地方都在种大豆，好种不管，但进口也就买。全世界互相买来买去买大豆的，2024年的部分是达到1.78亿吨，全世界各国买哦。这当中中国就买了1.12亿吨。那么预估到2026年的明年，这个是增加呢，就是说中国还是超过1.2亿吨。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买了1.2亿吨，其他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管你种来种去，合计买了多少？合计只买了6000万吨，所有的国家，所以你怎么取代嘛？就不可能。单单我们看9月份，为什么对于美国冲击这么大？因为在中国今年9月，在全世界就买了1287万吨。你看每年1000多万吨嘛，所以一年1亿多嘛，哈。对。好，但是对美国买0。所以这就是过去跟美国买那么多，但是现在怎么单9月份就买那么少？所以这个部分你说想要去美国化，去中国化，找各国来填补，我们刚刚讲，每年全世界也就才6000多亿吨啊，6000多万吨，你就没有办法取代中国的部分需求，永远都不可能哦。所以包括中国的部分的人口的比例，还有他们现在经济水准需要大豆和豆浆跟豆制品，还有包括农畜牧业。好，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值得注意的部分就是，中国大陆在这次当中可不是这种短暂的或临时性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关心在思敏的节目，我们关心中国采购大豆是今年年初2、3月，其实第一批订单就要开始了，就发现美国怎么没有，中国怎么没有下订单？对，减少。然后3、4月就要签合约了，怎么没有签呢？就在这面节目里头都觉得延后，所以就是说，其实中国在所谓的去美化，不只是去美元，包括所有先前去美债，包括所有去美豆。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战略布局，是什么这样的布局呢？好像仿佛算准了，在川普2月份上任之后呢，肯定就是中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中国就在那时候就开始对于大豆布局就减产，因为原来3、4月第一批订单，4、5月第二批订单，到最后的包括9月已经是最后都不下，而且甚至是降量降到0。所以你可以知道，中国在美国方面最大的错判是，虽然他们有关税战在主导，在晶片战主导，还有包括对中企的黑名单不断的叠加加码，这方面有很多在高科技方面的手段，仿佛在压迫中国。可是中国对于美国方面的谈判回起了准备，单大豆就早在今年年初，早在川普上任，乃至川普上任之前就开始降低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始终我们看，不只是眼前大豆这样子的问题，乃至现在川普放话说，月底如果跟习近平见面的话，大豆就会谈好了。他现在各式各样的放话，你觉得中国对于整个川普，难道只是今年年初大豆这个部分有所准备吗？难道不是在川普上一任8年前的时候，就对于整个对美国的部分，长久以来这个战略谈判已经准备，只是今年正式实施而已呢？对，早就已经长远的规划布局了。那9月份确实现在呢，中国大陆跟美国是首次的零采购哦。那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豆农很惨嘛，接下来就是要关心的是说，这些红州的票仓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川普的期中选举？因为不止红州的票仓是在这些豆农的票仓，我们现在要来关心到的还有这个牛肉业者，同样跟豆农一样是苦哈哈。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牛肉价格也是同样在近期狂飙。我们先看牛排的价格，因为美国人吃很多的牛牛排价格狂飙了16%，牛绞肉更是高了。查了一下资料，较5年前是飙涨了50%。这个肉铺的业者直接出来说，40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大的涨幅。但是此刻，川普竟然是宣布他要花一大笔的资金，400亿美元去援助阿根廷，并且开启牛肉外交。
换句话说，就是开放阿根廷的牛肉做进口，降低农产品的关税，理由是要压低国内的通膨跟物价的问题。但是刚刚提到了嘛，要援助阿根廷，总要有资金来源吧？现在根据最新了解，这些资金来源来自于对美国原本要用的农业补贴跟国防预算，把它硬挤出来的。洪州的农民可以说是气炸了，他们就说：我们投给川普，结果他拿我们的钱去养阿根廷的牛啊！这些洪州选民包括了德州、堪萨斯、爱荷华等等地方，委员怎么看？其中选举，川普还撑得下去吗？这个所以我讲啊，川普只是有勇无谋啊，不能抹定而后动啊，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刚才讲说大豆一年到中国要3200吨，我再算给大家看哈，大概一艘船哈，大豆的船大概是6万吨。也就是你要500艘船，才运得完，那500艘船，我们各位一个数字，全世界这种船只有3000艘，你就知道，即使现在要运都来不及，所以而且不一定订得到，你也只要运你的这个大豆，还要运别的啊，面粉啊，什么玉米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川普都没有把事情想清楚。好，那现在谈到牛肉更经典。他对巴西的牛肉课高关税50%，可是巴西的牛肉主要是在做美国人的麦当劳那种汉堡用的，就是比较所谓牛碎肉的那一种，就现在汉堡价格大涨，而且汉堡价格都是劳动阶级在吃的量会比重比较大，像大总统如川普那种有钱人他爱吃汉堡，那是很少见的啊，那就。更搞笑的一点就是说，那好像你那个巴西的牛绞肉来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肉农影响也不大，因为美国的肉比较好吃，一般是做牛扒用的，做这种碎绞肉反正都是用巴西的。就你把汉堡价格给打涨了，然后这个牛绞肉买那个牛扒肉你用低价去阿根廷买回来，又把牛排价格往下打，那你简直是要把牛排打成牛绞肉，是不是？你不是，我实在看不懂这里面是什么逻辑，让自己产的牛扒肉价格下跌，然后让一般老百姓吃的自己没有产的牛角汉堡肉往上涨。我不要问他们两个，这是什么逻辑？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玩这个游戏？所以他的外交政策。跟他的本来就是怕洪州的选民造反，因为洪州他觉得一定投给我啦，可是为什么他会对于大多这么紧张？就表示他很紧张这个选票，而紧张选票来自哪里？来自他的参议员候选人，来自他的众议员候选人，我觉得会被川普给搞垮，不垮也很难。而且好几个州，事实上虽然是洪州。他是选票赢民主党并不多他只是稳定的赢，好几年都如此赢，所以大家称他洪州。但是选票都差不多。你这样一搞的话，这些大豆农啊，这些牛肉农啊，如果起来造反的话，那你川普后半任期就是变成博压的。所以他不是砍自己他是莫名其妙砍自己这才糟糕啊。所以我只能说到底你的幕僚是谁？你怎么会有这种拿砖头老是频频砸自己脚？还前几天他不讲吗？他说我要不让中国的 cooking oil 这什么这个料理的油进口，他忘了美国人进口这种使用过的废油是在做生质柴油。那生质柴油主要是农民在开农机用的，你让他大豆卖不掉，你要农机价格材料油上涨，我看这一下子他不开着战斗机去丢你那个什么东西污水，所以我是觉得川普这个内阁真的有问题好像这些脑筋不太清楚都是有钱人。太有钱了，所以脑筋不清楚，看不到。对，好，我们刚刚看到是，不管是中国大陆或美国，近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跟南美洲国家就在农业上的进出口贸易有非常多的交流。那事实上呢，除此之外，大陆近期真的也是积极的布局南美洲。那现在其实美国也担心了，会不会自己的后花园被染红呢？这是一个问号。我们一起来看因为呢，包括中国大陆近期投资的还有合作的地方，从巴西到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到阿根廷都有投资合作的项目，包括了能源矿
产跟基建等等哦。那尤其在阿根廷，中国大陆的参与更是多，包括了整个核电站的建设啊，还有高速铁路、太空雷达基地等等。另一方面，美国有没有布局南美洲，确实也是有，但是用的方法有一些争议，不管是靠撒钱，或者是靠最近不断的派出他们的军舰扫毒做威吓，结果有一些反效果。3个地方，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跟厄瓜多，在这个时候一起站出来抗议美国扫毒行动是假，军事入侵才是真的。这一回在拉丁美洲的这一些竞争，中美之间谁会赢呢？厉将军怎么看？我们通常都说美国将中南美洲视为它的后花园，所谓的门罗主义。但是我不认为他把它当后花园。后花园你要好好去经营嘛，你要去种花嘛，去整修嘛。但是我觉得美国根本就是将中南美洲视为一个准殖民地的心态那他我们看得出来，对中南美洲来讲，他大概只有3种手段归纳出3种手段。第一个是军事上的威慑，现在就很明显了嘛。你看到他对委内瑞拉派出一个这种海军的一个战斗群在那边威胁要委内瑞拉马杜罗下台，对委内瑞拉用军事强压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甚至于对哥伦比亚现在来说也说他是毒枭，说他总统也是毒枭对哥伦比亚也打击，甚至于你打了以后，打了下你拿不出证据，那2个被打掉以后还幸存的2个这个渔民来讲的话，后来被释放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毒枭所以第一个我觉得美国对中南美洲采取第一个是军事压迫的手段，然后希望我们看看这次马杜罗会不会因为军事压迫的手段而这个产生畏惧而离开这个总统的职务。那第二个他会采取手段就是经济上面利诱我们看到这次对这个对阿根廷不就是用经济利诱之前他已经给了他200亿，这次又说400亿，就是说你要当选的话，你的选民选这个米莱这个我的盟友当选总统来讲的话，我就提供你400亿的美元来救助你，因为阿根廷现在来讲的话，它不管是通货膨胀很严重，经济也萧条，货币严重的贬值，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400亿美元对阿根廷的民众会不会吸引他们注意？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观察了。那第3个他会用的是什么手段呢？就是政治上面用颠覆的手段。我们看到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有时候左派，有时候右派，这是人家国家内政，人民选出来的，但是他经常会用 CIA 这些去把它颠覆掉，选出他自己川普所望的总统。所以我觉得，当中国提供这些国家来讲，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我们不管看到秘鲁的前海港或者是2洋铁路，我觉得这才是中南美洲未来所需要的东西。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今天俄乌战场的第一线，赶快关心川普这一回对普丁是正式的翻脸了，并且制裁俄油，但是引爆了俄罗斯说要祭出这个是。引爆的是核演习。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关心的第一线战场是库皮扬斯克正式的陷落，乌军也因此溃退怎么回事？在此时此刻，泽伦斯基则是抛出了12点投降书，求川普放生。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确实，美国总统川普这一次再度的变脸了。上周大家还记得吗？他才痛批泽伦斯基，痛骂他应该要割地求和，这周立刻改了。他这一次是强硬的制裁普丁，并且说呢，他已经搁置了和普丁在匈牙利举行峰会，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跟普丁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川普还一口气针对了2家俄罗斯的2大能源巨头，包括了这2家俄罗斯石油跟陆克石油，祭出全面的制裁令。这制裁一下来，普丁可是非常火大了，他立刻火速的反击。我们来看到普丁说什么？他说下令他的核武部队演习来做反制，核3位一体会全面的来出动，不管是他的战略轰炸机或者是他的潜舰，可以看到他也发射了他的同时试射的洲际弹道飞弹而已。川普的态度为什么一变再变？而针对于俄罗斯这2家石油公司祭出制裁，引发了普丁核武反制，川普是打到痛点了吗？尚志哥怎么看？哇，对于乌克兰战争来讲，川普现在真的打摆子哦。
在跟普丁通完电话之后，见泽伦斯基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让泽伦斯基最后在华府路边接受记者访问，非常非常狼狈哦。那么，可是之后呢？可川普又想了一想之后，又决定要取消在匈牙利跟普丁见面。不止如此，反手加码，就是提到的，现在这次的制裁，俄罗斯石油跟陆克这2家俄罗斯的最大的全球的石油公司，这可是现在在最早俄罗斯的俄乌战争开战之后，美国现在新一波的制裁哦，所以这个动作还算是蛮重的，而且在1个礼拜之前，英国才制裁。那你说真的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有吗？会有。其实当然在上个星期，当英国先制裁之后，确实对整个这2家大石油公司有一点影响。但呢，川普直指的时候，可不是他的其他的这个销售，主要还是希望对于中国跟印度买石油的压力。当然我们知道，每次在长久以来类似这种政治动作、这种制裁动作，主要是2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说，希望这件事情其他的国家，像中国、印度不要买。对于国家性的要挟，第2个部分是对这个产业链，希望逼迫这个相关产业的上下游都能够排挤他们制裁的公司。过去科技也都是这样子，可是石油不太一样，终究没有什么太多上下产业链的部分的问题。所以中国跟印度，你说就因此会惊吓不买单吗？川习会的部分习近平就好啊，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可能吗？当然这是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川普在这个摆动之下，只能重手越下越重。但你说会有用吗？华尔街市场没有反应，麻痹了，普丁也麻痹了，所以我认为效果是低的。好，这是台面上的外交谈判。台面下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一线战场，等一下会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到的战情图。尤其现在要紧张的地区，就是俄军进攻到哈尔科夫的近郊，尤其在库皮扬斯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重大的进展。俄罗斯透过地下管道渗透，早已经遍布整个城市，并且出动了它的摩托车步兵旅跟它的这个无人机部队一起持续的来进行袭击。我们要来请将军来帮我们看俄军是如何在这个库皮扬斯克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下一张的战情图，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并且我们会请将军来带我们看这座城市如果完全的沦陷，接下来乌东战线会全面的溃退吗？将军怎么看？我首先要说明哦，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哈。那普京为什么会跟川普2个会翻脸？哈，泽伦斯基为什么会被赶到白宫外面去开这么狼狈的开记者会？一定是跟战场局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哈。那我认为俄乌战争这本来就是一场史诗级的战争，如果说列为军事的教范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场这个教科书级的一场战役哈。是。那我们首先来讲，很明显的，首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在野战战略的部分来讲的话，那俄军很明显打的是一场外线作战哈。这个乌克兰本身打的一场是内线作战，所以内线作战当初最擅长打内线作战的是辛登堡元帅哈，他曾经在这个辛登堡战役来讲的话哈，这个德军击败了俄军哈，然后拿破仑也借着内线作战以寡击众好几次哈。那所谓内线作战，它的要诀就是我站在中央部分，那我以一部分的兵力，极少数的兵力，然后节约兵力用在这边挡住这个进攻的部队，然后我集中我全力的部队哈，在打库斯克，这就是内线作战。当初库斯克战役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但是很可惜的哈，他集中他绝大多数部分来讲的话，打库斯克哈，想要打到库斯克核电站，但是他功败垂成，所以他内线作战很明显的失败。那俄军很明显打的是外线作战，外线作战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战线发起向心攻击。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出来，包括库斯克这边是一条战线，库皮扬斯克这边是一场战线，那红军村这边是一场战线。那外线作战一个要诀就是你这各线的兵力必须要协同一致，不然你很容易被各个击灭。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讲，大概 focus 在库皮扬斯克跟红军村这2个战场。对。那我们前阵子在9月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川普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俄军不过是纸老虎，只要提供给乌克兰绝对的这种火力来讲的话，提供给他战斧型巡弋飞弹，这个乌克兰有可能夺回所有的失土。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红军村这边这个俄军使了一招叫做机动防御，也就是把这个乌军拉进来打。
他故意空出一个口子，把你诱惑你进来，是诱惑你进来，结果那时候乌军就误入陷阱进来了，他夺取了300平方公里，事实上是在红军村这边被这个俄军诱骗进来，进来以后，他在这个部队在这边，现在在红军村正在这边被包围歼灭当中，而最重要的是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被拉进来部队就是他的亚速旅，是他最精锐的战略部队。好。我把你的战略部队从这边诱骗到红军村拉进来之后，那这时候我在库皮扬斯克采取攻势了，我的另外一线，所以这2线部队是相互配合。这边把你的战略预备队诱进来之后，我在库皮扬斯克发动攻势。好，我们现在看下一章。那库皮扬斯克这场战场是怎么打的？是，我们看一下这场战场怎么打的话，其实打的也非常巧妙，真的是说，我觉得说尔后来讲的话，各国的军事学者都会以这场战役来当做一个教科书的教范来做研究哈。第一个，我们看原来双方的接触线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条红线的位置哈。这时候这边有一条河叫做奥斯基河，那俄军原来夺取了过河，在这边桥这边只占了一部分的桥头堡而已哈。那他停在这边不动，那等到红军村那边这个战略预备队，乌军的战略预备队投进到红军村之后，这时候他发动攻势。原来大家以为说是你在这边应该继续向西边来进攻嘛，不管你要打卡尔科夫或者是195，应该朝那边，就没想到俄军他不是往西边打，他往南边打。大家看到这是一条河，是不是？他直接这样沿着河边从这个对岸这边河的这种右岸这边然后直接切下来。这是他攻击路线，所以打到今天为止他的双方接触线已经打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几乎就是在河的右岸，在这边发动攻势。这条河你们发现打下来以后，原来在这个地块的这种乌军来讲的话，他的后路很快就会被切断，因为你如果说退回去的话，大概只有几条桥梁你才退得回去。如果这几条桥梁被切断，你就退不回去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乌军来讲必须要赶快的被迫脱离战斗，赶快后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他用144旅跟532个旅在这2个沿河的桥梁来讲，建立了临时的一个收容阵地，然后掩护后面这3个旅赶快后撤。不然这3个旅万一被切断，整个在这边只有投降的命运。但这个时候这个俄军来讲也顺势向这边发动攻势，所以在1个礼拜，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红线到现在接触线，他已经夺取了这么大一块土地，然后这里面这3个乌军的旅正在被迫脱离战斗之中，他要跑要赶快跑。如果说来不及的话，等到这边如果速度比较快，切断他又跑不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主要的公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说，这次川普跟这个普京2个在这个会谈极可能取消，就是因为这场战役来讲，目前我们看出来对乌军极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在白宫里面会被丢地图。那我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川普的话你看到战况变成这个样，地图给你摆这个样，你会当场把地图丢到这个泽伦斯基的头上，叫他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开记者会，就是因为战况对乌军极不利。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认为普京他可能认为说川普啦，他可能认为说是匈牙利那边会谈没什么好谈的，因为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说战场你已经变成这个样，你和谈判桌上面你根本达不到你所望的目的。好，谢谢。这个图是将军特别为我们画他亲手画的独家战情图，来自于厉将军的这个针对寰宇新闻台的独家的战情图的分析哦。那另外一方面，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了嘛，俄罗斯祭出如此完整的一个打击策略，现在呢，乌军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当然了，在此刻，泽伦斯基他可是急了，立刻的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来自于彭博社的揭露，乌克兰正在和欧洲盟友制定所谓的12点的和平提议，并且挂川普为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来做监督。计划内容赶快来看，要求立刻停火，并且停止进一步的领土扩张，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所有要求。遣返所有乌克兰儿童交换囚犯，并且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重建资金，以及快速的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当中。另外，最关键的是，只有俄罗斯帮助乌克兰战后做重建，西方才会归还这些300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的是，乌克兰这个泽伦斯基还向
签下了这个瑞典的军购协议，接下来他会购买的是150架的狮鸠战斗机，这样做就可以来扭转战情吗？另外，12点和平计划是否真的能够止战？委员又怎么看？我觉得欧洲国家跟泽伦斯基都在做白日梦，写了个12点，他当然是要仿照加沙走廊的，但是加沙走廊跟俄乌战争不一样，加沙走廊是美国亲自给加沙走廊安全保证，说以色列从此不会再打过来。那同时也给以色列保证，他会把哈马斯解除武装。啊，这2点说句不客气，美国都做得到啊，又不太难，对不对？然后以后的加沙走廊给谁管理？给美国管理，那大家也不敢碰啊。可是请问一下，这3个条件在俄乌战争会出现吗？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先说讲第一点。你说要求立即停火，那请问你要拿什么东西给俄罗斯？像刚才厉将军讲了，俄罗斯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啊，他有什么障碍吗？他没有障碍啊，是因为你乌克兰每天都在兵败如山倒啊，那你要给什么好处？你讲啊，你讲得不出来。第二个，你说停止领土扩张，不是不可以，你要给什么好处？那个好处叫做返还乌克兰额头啊，你们很好笑，交换囚犯，那个根本就拿起来臭点子的。那个乌克兰，那所谓乌克兰的儿童，大部分都是俄裔的。那现在因为当时因为不打平民嘛，撤退整个学校啊，都移到这个俄罗斯，人家在幼稚园跟小学日子过得很好啊，你看看影片就知道啊。那囚犯主要是指战俘啊，指战俘。这个基本上是乌克兰比较多，俄罗斯比较少啊。那说西方要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如果西方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这场战争不会爆发。就西方没有这个本事啊。那你说要买什么150架的狮鸠战斗机？狮鸠战斗机就相当于俄罗斯的米格29而已啦。米格29，俄罗斯有500架。然后比米格29还要好的苏35，俄罗斯有400架，然后比苏35还要好的第5代战机，俄罗斯有50架，你怎么打？